如果你半夜听到敲门声，随后又收到了爸爸的短信说他忘记带钥匙，你会去开门吗？单亲家庭长大的我，从小的性格就比较含蓄内向，所以20好几了也一直单身。这天闺蜜小美分享一个相亲交友软件，并且不断安利我，上面很多同城单身青年，她最近在上面聊得火热，我便也想尝试下。安装注册后，简单填写了信息，便开始和几个男孩子聊了起来。但隔天晚上我就遇到了惊心动魄的事。晚上爸爸出去应酬了，所以我就一个人在家。我洗了个澡后，舒服地窝在沙发上追综艺，突然身边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爸爸。他不是在喝酒吗？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正当我疑惑，还没来得及接起电话，电话就挂了，随后就是一条短信：开下门，爸爸没带钥匙。此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就在我起身准备去开门的时候，突然感觉哪里不对。我明明记得爸爸走的时候，他从鞋柜上拿了钥匙。我走到门口，爸，是你吗？没有人回应。出于警惕，我趴在门上，透过门檐往外看去，因为楼道里的灯光比较昏暗，模糊间好像有个人影快速躲过去。爸，你回来了。回应我的只有急促的敲门声，我的心突突的跳，后背也冒出冷汗。没想太多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爸爸拨了过去。门外确实响起了手机铃声，但奇怪的是一直没人接听。我再次透过门眼看去，外面的人好像被惊到了一样，快速地向楼下跑去，铃声也渐行渐远。突然电话接通了，可还没等我开口说话，电话那头就响起了爸爸的声音：我楼下的车灯忘关了，你帮爸爸先把门打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电话便挂断了。虽然有些奇怪，但好在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我也安心了很多，便索性把门虚掩地打开了一条缝，转身就准备继续窝着追踪。这时电话又响了，是爸爸拨打的微信电话。我有些不耐烦地接起来：爸，又干嘛呀？小可，帮我喊个代驾，我喝酒没办法开车了。听到这我汗毛竖起，我爸还没到家，那楼下那个是谁？此时楼下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，我吓得面色苍白，在人影快到门口的时候，以最快的速度把门反锁了。门外的人好像急了，疯狂地拍打着门：爸，家里进来人了。电话那头的爸爸显然非常着急：小可，你躲起来，爸爸这就回去，快打电话报警。因为腿软，我坐在了地上，我从来没遇到这么可怕的事情，眼泪也不自觉地流了下来。我颤抖地拨打着报警电话。此时门外的人好似听到我报警了，便不再敲门了。安静了好一会儿，门外响起了钥匙开门的声音，是爸爸。他通红的眼睛满眼都是紧张，汗水也浸透了上衣，左脚的鞋子也不见了。可想而知，这个喝多的小老头是怎么赶回来的。我抱着爸爸放声哭了起来。根据警方后续调查，这是一个拐卖团伙。我下载的软件能获取到手机的通讯录、位置信息，甚至我相册里的内容。找到地址后，又把我通讯录里的爸爸改成了他们的电话，又通过相册里我录制爸爸的视频，把声音处理成他的音色，目的就是拐卖无知的少女，更甚至贩卖受害者器官。之后在我得知闺蜜小美已经遇害了时，我痛哭不已，并有些后怕。如果那天晚上爸爸没有及时打电话过来，后果真的难以想象。经过此事，我再也不敢随便安装不知名的软件了。如果你发现一直有人盯着你家窗户，你会怎么应对？早上我拉开窗帘，突然发现楼下有个奇怪的男人，透过他木讷的眼神，我很快觉察到他在望着我。他想干嘛？这种被窥视的感觉真的让我反感。我怒视着他，好在他最后识趣的离开了。我没再多想，谨慎地锁好门去公司上班。一到公司，小美就跑过来告诉我昨晚发生的大事。听说咱小区昨天晚上有个女孩被害了，凶手提前躲在衣柜里面，等主人晚上回来后侵犯并杀了她。咱们小区代入感太强，我已经开始害怕了。凶手会不会是早上那个奇怪的男人？我是不是被盯上了？果然在晚上回家时，透过身后的人影，隐约觉得身后有人在跟着我。想起早上小美的话，瞬间汗毛竖起，我不敢回头，只能加快脚步跑到家，迅速反锁好房门。喘了好一会儿，我想着上网转移一下注意力，随后看到网页中一则信息：最新的实景地图已经上线，并且街道的拍摄工作已经完成。出于好奇，我也赶忙输入了自家的地址。在搜索完成后，屏幕中出现了家附近的场景，我顺着街道找到了自己的家。突然出现的画面让我不寒而栗，有个人正在望着我家。在把照片放大后，我发现那个人就是早上看到的男人。惊恐之下，我又拉开了窗帘，透过窗帘的缝隙朝窗外看去，果然那个奇怪男人还在窗外看着我。我身体也控制不住地抖起来。随后这个男人好像知道自己被发现了一般，堂而皇之地迅速走进楼梯，我甚至能清晰地听到他快速上楼的声音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我顺着猫眼向外望去，男人面无表情地停在门外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连续急促的门铃声之后，可能是见我长时间没回应，于是便干脆敲起了门。
我的心脏也在他一阵阵敲门声中提到了嗓子眼，双腿也不听使唤一样瘫倒在地。突然门外的男人说话了：“你在吗？能开门吗？从前天开始，我注意到你家有点奇怪。你开下门，我来帮你看看。”听到这，我慌忙去抽屉里拿出了水果刀。我并不想具体听他讲什么，心里确信这个男人有问题。于是我冲着门外喊道：“我报警了，警察很快来。我不管你是谁，你赶紧走。”果然，外面瞬间安静了很多。来不及多想，我赶忙开始打电话报警，并一边看着电脑里的照片，一边把那个男人的相貌特征告诉警察。就在这时，我忽然发现照片中男人所看的方向就是我家的阳台窗户，但是那里好像有个人，从体貌特征看那不是我。难道说家里已经进来了人吗？我惊恐得不敢言语。下一瞬间，听到身后的柜门慢慢被打开，我意识到不对，起身刚想往门口跑，一个粗犷的手臂锁住了我的喉，同时我嘴上被用一块奇怪味道的手帕遮住。他拖着我往房间里面走，我尽全身的力气想挣开他的手臂，但丝毫没有用。到了卧室，我被重重地甩在了床上，他面色狰狞，充满猥琐。在我失去意识的前一刻，我仿佛听到房门被撞开的声音。再次醒来，我发现我躺在医院内，身旁的警察给我描述了经过。由于近期入室案件频发，市里的刑警早就对我们小区进行布控，而那个所谓在楼下偷窥和跟踪我的男人，其实就是警察。由于不确定我屋内嫌疑人的身份，所以才对我暗中监视保护。在我受迫害的前一刻，如同天神般救了我一命。多日的压力和紧张，终于在这一刻爆发出来，不争气地哭了起来。等我情绪平复些后，拿起手机开始看视频。这件事很快被报道了出来。下面有个评论：独居是女孩们的权利，而不是伤害她们的理由。我反手就点了个赞。如果你半夜听见门外传来女人的求救声，随后竟戛然而止，你会不会打开门看看？这并不是电影情节，这是发生在我身上永生难忘的经历。我就是所谓独居并且安全意识特别高的人。以前住在楼层比较低的房子，我不在家的时候窗户都不开，晚上睡觉更是要关上窗户拉上窗帘，属于那种不允许有一丁点不安全概率的存在。可后来公司搬到了郊区，我便新租了一套房子，房子是一梯2户的老小区，旁边邻居也属于常年无人居住的状态。原本一切都很平常，但某天夜里一声尖叫彻底打破了这份宁静。大概夜里凌晨3点钟，刚入睡的我被一声刺耳声惊醒了，一个非常清晰的女人声音喊着：“救命啊，杀人了！”那声音就来自于楼道，似乎就在我门口。然而更可怕的是，伴随着女人的求救声，砰砰砰，家里门竟被敲响。我面对突如其来发生的一切已经彻底懵了，大脑也在迅速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。然而门外女人的求救声却越来越小，然后突然就没声了。我隐约觉得不对劲，因为按理要是一般的夫妻吵架，至少还有吵架的声音，起码得来回掰扯几个回合吧，这怎么喊完救命就没声了呢？突然我瞬间清醒，心里想着，妈呀，不会是出事了吧？正在这个时候，门外一个小女孩的哭泣声传了过来。小女孩哭得非常伤心，声音中夹杂着恐惧跟绝望。听着女孩的哭声，我在脑海中甚至脑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：一个嗜酒如命的男人酒后再次家暴了女人，甚至还动手打了女儿。母亲见此情景还了手，没想到招致更疯狂的殴打。最后这位母亲当着女儿的面停止了呼吸。想到这儿，我真的很怕，但同时这也唤起了我心中的母性光辉。于是我蹑手蹑脚来到房门前，因为这是老式防盗门，没有猫眼，我就打算从门缝轻轻地打开门看一下。然而当我的手刚放在门把手上，还没拧动的时候，突然听到门外有人走路的声音，那鞋子拖在楼道的水泥地上，发出呲呲的声音。此时我一下子冷静了下来，因为我发现自己并不安全，这个老式防盗门很脆弱，如果坏人真的发起疯来，撞开这门真不是难事儿。想到这儿，我第一时间光着脚去厨房拿了一把菜刀防身，心想一旦这个人破门而入，自己也能稍微招架一下。此刻虽有刀在手，但我还是无比紧张，回想着刚才女人的求救声，心中觉得非常不安。于是我躲进卫生间打了110。人在极度害怕的时候真的发不出声音来，我颤抖着断断续续小声告诉警察自己在哪个小区哪栋楼哪一户，让他们快来。随后就把手机调成了静音。1分钟后，一个私人手机号码打来了电话，对方称是我所在辖区的民警，确认位置信息，并询问我能否确认屋外人员有没有携带刀具之类的。我只能说自己确定不了。警察说好，别怕，他们马上到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
我似乎听到了有人在开我家门的声音。真的，我这辈子都没这么恐惧过。躲在卫生间的我又给那位警察发了个短信，他在开我的门，快来！我手中握紧菜刀，大气不敢喘，就这样等待了无比漫长的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门外响起了严厉的叫喊声跟搏斗的声音。又过了会儿，响起了敲门声，同时门外有人喊着：“你好，我是警察，已经没事儿了，你开门吧。”人已经被我们带下楼了。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瞬间放心了下来，激动着打开了门。只见门外站着一个高个的警察。随后我迫切地问：“那个女人跟小孩呢？”警察一脸茫然：“什么女人小孩？刚刚楼道里就只有一个男人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一个音箱。”看到这个音箱，我愣在原地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回想自己的经历，我只觉得是死里逃生。如果我真的动了恻隐之心，打开了门，那后果真的不好说。后来我便果断地搬了家。我和闺蜜有个暗号，在遭遇危险的时候，会发一些奇怪的信息向对方求救。当时闺蜜还打趣道：“要是哪天我给你发奇怪的信息，你可一定要救我呀！”当时我并没有在意，但没想到暗号很快就用上了。这天凌晨2点，我被手机消息声吵醒，拿起床边的手机，原来是闺蜜小美发来的消息。她说要出差1个月，让我有空去她家喂一下猫，还有冰箱的芒果汁要过期了。看完，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，顿时睡意全无，惊出一身冷汗。我和小美认识10几年，她是我最好的闺蜜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她。首先，她是自由职业，根本不可能有出差之说。其次，她不但不养猫，甚至她会对芒果过敏。我心慌意乱，下意识地想拨打她的电话，可很快反应过来，她尝试用这些反常的话来暗示我，而不是直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。那很有可能是歹徒此刻就在她身边，能注视她的一举一动。我想打开灯，可外面好像停电了，一片漆黑中，总感觉有无数双眼睛在暗处窥视着我。我紧张的心都要跳出来了。冷静下来后，我先给许江打了电话，随后报了警。许江是我的男友，他很聪明，人也很高大，不管接下来要干嘛，有他在身边，我总会感觉安心一点。见到许江，我立刻扑上去抱住了他，很没形象的大哭起来。大约过了5分钟，警察也到了。经过简单交涉，我们去往了小美家里。刚到门口，便闻到一股血腥味，我不禁打个寒战，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我呼吸变得急促起来，伸手去包里拿钥匙。人越紧张，越是什么事情都做不好。平时放在包里的钥匙，今天怎么也找不到，似乎看出了我的恐惧。许江从背后轻轻抱住我：“不怕，我在呢。”我深吸几口气，勉强保持冷静，终于找到了钥匙，打开门。小美家里没有开灯，空气里刺鼻的血腥味让我难以喘息。我紧紧地盯着那扇房门，心里没由来的恐慌。警察率先进去，摸索着打开客厅的灯。我惊魂未定地看着客厅中央，这一幕让我永生难忘。小美死了，在自己家的客厅，她的脸被划烂，身体也被捅了很多刀，血流的到处都是。我吓得尖叫出声，眼泪根本止不住。都怪我来晚了，要是早点来该多好。警察在不远处说道：“凶手极其残忍，你要是早来，只会多一具尸体。”警察很快拉起警戒线，调取监控的警员也无功而返，周围的摄像头都被破坏了。我靠着墙呆站在门口，心里一阵茫然。最好的闺蜜惨死家中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不对，我们之前会一起玩推理类的游戏，她既然会提前给我发暗号，那么一定藏了些信息在家里。我起身走向她的卧室，里面的陈设非常简洁，而且很干净，但有个地方却很突出，书架是乱的。我走过去翻了翻，发现这一堆东西放在一起，最里面有一本书，就好像这一堆杂七杂八的东西是为了掩藏这本书。我打开看了下，有一页被折了起来，上面还有一句话画了线：小心男人。有些人很擅长伪装。伪装谁？他能认识的男生是一些同事，但是我了解他，她是个妥妥的宅女，平常团建什么的根本不会参加，大部分时间都是和我在一起的。男人，不会是许江吧？不可能，许江不会是这样的人。许江那么温柔，不可能做出这种事儿，一定是我想多了。我放下了书，出了卧室，看到了许江在等我。他担心我的精神状态，就带我去了他家。这不是我第一次来他家，上次还是我们3个在一起喝酒，现在却只有我和他了。他去厨房帮我倒水，我在沙发上根本坐不住，一停下来就会看到小美惨死的模样。我起身逛了逛，来到卧室里面，没想到他卧室装修的这么暗，隐约觉得有些阴森。突然卧室的书架吸引了我的注意，那上面有一整排的恐怖故事。明明他跟我在一起，连恐怖片都不看。我拿起一本犯罪心理书，翻了翻，发现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笔记，好像是一些分析杀人手法的细节。我抬起头，突然发现这本书原来放的位置里面还有个隔板，这个木板和整个书柜的颜色不一样。
我推上去后，在里面发现了个笔记本，第一页就有一个人物关系图，中间的女生是一个网红，我记得被报道出来时就是死亡的很蹊跷。接着几页都是一些类似的关系图，我翻着翻着，突然我的照片出现了。这一页和别的不同的是，离我最近的女生小美被划了个大叉，还有句用红笔写着的话：看了不该看的不能留。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突然想起小美藏的消息，小心男人，难道小美不小心发现了他的计划，然后就被灭口了？我顿感脊背发凉，颤抖着拿出手机报了警。刚一挂，许江就端着蜂蜜水进来了，他看着我手上的笔记：你都看到了，那么你也不能留了。他猛地把手上的杯子捏碎，砰的一声，我吓得瑟瑟发抖，看着他扭曲的面孔，拿着玻璃片向我走来，他的眼里已没有往日的温柔，现在就像个野兽，眼中充满血丝。我害怕地求着他：别杀我，我是你女朋友啊！哈，求我！你们这些女人就只想着钱，为了钱什么都做，你们没有一个人瞧得起我，我要把你们女人杀了，都杀了！我没想到他已经疯到了这种程度，他直接抓起我的头发往墙上砸，剧烈的疼痛在脑部扩散，还没来得及站稳，他又拿起玻璃片划伤我的脸，一股血腥味蔓延开，恐惧感让我想起了小美死亡的样子。不行，我必须要拖延时间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虽然头真的很晕，但是我得拖住他。我冲他喊着：你个疯子，你就是心理扭曲，你毁了多少个家庭！突然他甩了个巴掌给我，啪的一声让我呆住了，他捏起我的下巴，从高处蔑视我。那又怎样？你们这些人的脸我看着就恶心。就在我视线都模糊了的时候，突然外面的门被踢开，警察来了。他们很快制服了许江，我靠在墙上，久久回不过来神。转眼过了好几天，我带着伤，拿着花去了小美的墓地，看着她的墓碑，心疼与不舍涌上心头，冰冷的泪不自觉流下，哽咽着：对不起，是我看错人害了你，坏人已经被抓住了，正义虽迟但到。我躲在衣柜里，身体微微颤抖。小姐，您觉得房子还算满意吧？我听见那个男人开口了：相当满意。女人答道：现在房租这么便宜的真是不多了，毕竟我不是靠这个吃饭的，不必收那么多。我透过衣柜的缝隙看到了那男人的脸，相貌平平，并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。不过女人的声音听起来似乎有些焦虑：我听说这附近经常有小偷光顾啊。我心中一惊，心跳不自觉地加快。该死，这女人说话真是不合时宜啊！这倒是不假，我们这管理的也不好，无业闲散人士也多，没办法呀。男人叹道。男人的声音刚响起，忽然又停住，似乎变得有些不安。小姐，咱们先出去一下。怎么了？女人疑惑地发问。小姐，我们出去说好吗？男人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，带着一丝颤抖。听见防盗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终于长长地吐了一口气，擦了擦头上的冷汗，终于走了。短短20分钟，如同世纪般漫长，我的全身上下都已被冷汗浸透。那个男人才是真正的小偷，而我是本应接见那个女人的房东。我有些眩晕，关于那个男人，我早就见过了，是个偷盗的老手。可我没想到他会摸到我家。就在20分钟前，我在卧室里刚要午睡，却隐约听见一些响动。打开门一看，那男人正翻着我家的东西，手上拿着一把尖刀。他没有收获，转身朝我的房间里走来。我险些叫出声，好在他没看见我，我便躲进了衣柜里。他应该观察我很久了，他知道我每天中午都不在家，可我今天却一反常态，这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就在那时，门铃突然响了，那男人的脚步声停了，紧接着便去门口问道：是哪位？啊，我是要租房子的那个呀，昨天咱们还联系了呀。一个年龄不大的女生响起。我没想到那个小偷竟然顺理成章地演了一出戏，真是荒诞可笑。谁让我和那姑娘没见过面呢？我掏出手机打算报警，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那男人会不会对女孩不利。可我又想起刚才那诡异的一幕，那个男人完全可以等姑娘走后便将我家里洗劫一空，为何突然就要出去？大街上，李先生，刚才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一下子就把我拽出去了？女人不解道。男人还没从惊恐中恢复过来，喘了几口气。你猜我刚才看见了什么？女人仍是不解。那个茶几上有一把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一字一顿地说，声音颤抖。手术刀和铁钳又怎么了呢？那不是你家的吗？不，你难道没听过最近的那些案件吗？近日有4起女性被杀事件，被害人的脖子被割破，随即又被凶手剥下脸皮，手指被铁钳生生扭断。女人想起了这条报道，被害人都是在家中遇害，凶手先是入室潜伏，待时机成熟对被害人施虐。男人皱起眉头，
凶器是手术刀和铁钳。男人忽然想起自己撬开防盗门之前，发现防盗门似乎就有被撬过的痕迹。难道是？我擦了擦汗，打算推开衣柜门走出去，忽然怔住。刚才因为过于紧张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那2个人的对话上，却忘记了自己的处境。那时为了躲避小偷，才急忙躲进了这里，并没发现异常。可现在我却有了些感觉，衣柜里并没有多少衣服，空间也较为充足，可我感到很拥挤，就像多了一个人。我屏住呼吸，此时除了我的心跳声以外，还听到了另一个人的微弱呼吸声。我朝右手边望去，黑暗中隐约看见一张脸，仿佛在朝我笑，笑得很诡异。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那天晚上，我一个人坐在卧室里打着游戏，突然听到有人用钥匙开门的声音。起初我并没有感觉到害怕，因为我是和闺蜜一起住的，她通常回来的也比较晚。听到鞋柜打开的声音和换拖鞋的细碎声，这让我更加坚定了门外的人肯定是闺蜜。就在我一把游戏结束之后，我隐隐觉得有点奇怪。按往常来说，她回家之后都会来我这屋子聊会天，但是今天家里出奇的安静。我正想开口问一嘴的时候，突然手机来了一个电话。然而这个电话比较奇怪，因为显示的号码正是家里客厅的座机，也就是说，现在有一个人正在用客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想着有可能是闺蜜的恶作剧，我下意识的就按下了接通键。但就在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和客厅同时传来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：刘璇，我的脑袋轰的一下炸开了。他是谁？为什么会进到我家里？我虽然感到非常的惊悚，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滋生出一种勇气和愤怒感，壮着胆子对手机吼道：你谁呀你？怎么进来的？可能是他被我的话镇住了。接着门外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随后就是开门的声音。外面很快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犹豫了许久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缓缓地打开了卧室的门。我在客厅里巡视了一圈，确实没有任何人的身影。我终是松了一口气，快步走到大门口，准备将门反锁。然而靠近了，我才发现一只骨节分明、粗糙的大手正握在我家的门框上。我死死地捂住了嘴巴，生怕自己吓得喊出声来。这人竟然没有走，他一直守在门口，等待着我走出去。我咬紧嘴唇，下一秒用力地踹了一脚房门，只听门外那人一声惨叫，我用尽全力将门反锁住。等回过神来时，才发现自己早已经泪流满面。门外的男人似乎并不甘心，用力地拍打着房门，他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，可我却不敢再发出任何声音。我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随后便死死地抵在了门上，甚至我更没有勇气去看猫眼。砸门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我捏紧手机，祈祷着帽子叔叔能快点来。谁呀？大晚上砸什么门？你想干嘛？隔壁邻居大哥洪亮的嗓音透过门缝传来，那人似乎也吓了一跳，只听到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门口彻底没有了动静。后据调查得知，男人是的网友，隔着屏幕说一直很喜欢我，甚至愿意为了我去整容。看着他疯狂的言语，我有些害怕，便直接把他拉黑了。没想到他竟然能找到我家里来，又从门口的地垫下面发现了备用钥匙。男人也很快被帽子叔叔控制住了，我真的是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。快入睡的我收到了一条短信，短信的内容却是好玩的恐怖游戏，后面是一个链接。本担心电炸的我准备不理会，可作为资深恐怖推理迷，我还是没经得住诱惑，点开了它。链接打开，跳到了一个奇怪的网页，满屏的小方块跳动着，像是一张被撕得很碎的海报，随意漂浮在屏幕上。不等我想太多，天旋地转的我就陷入了一片黑暗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我发现自己被牢牢地锁在了一张床上，动弹不得。欢迎第106位玩家加入游戏，游戏逃生后会有丰盛的奖励。我环顾四周，斑驳的墙壁和早已脱落的墙纸，生锈的铁床以及暗无天日的病床，这里的灯光都是阴森森的，还没有窗。这里的一点一滴都在告诉我，和我经历了的无数个灵异游戏无二。这里恐怕又是什么黑心医院，造成了数人死亡，最后关闭吧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努力晃动床，企图摇松着床板，因为绑住我的是牛皮材质的皮带，人力掰不动也咬不动，反正床也生锈了，摇一摇总能塌的。大力出奇迹，我憋足了吃奶的劲儿，咔一声，整个床板塌了。然后我也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床板塌了，绑在床沿上的皮带也松了，我自然而然脱困了。但是我尝试着动了动，实在起不来，太疼了哇！我可是一瞬间脑袋、屁股、脊椎和大地亲吻了。正当我想哼哼2声时，紧闭的病房门外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，我立马鲤鱼打挺，悄咪咪地躲在了门和厨的夹角处，以防开门直接被发现。笑话，按照常理，这
这里哪还有什么人？要是被发现就完了。这家医院的门上都有一个长方形的玻璃，这倒利于我观察外界。而脚步声也在慢慢逼近。突然，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连忙重新躺在了塌下来的病床上，并重新把手脚放回到皮带中，闭上双眼，减弱呼吸，伪装成我昏迷未醒的样子。听到门锁咔的一声，我的冷汗差点没滴下来。我闭着双眼，极力维持住颤抖。是的，我刚刚突然意识到，这玻璃恐怕是双向的。如果让外头的东西发现我的床又塌了，人又没了，恐怕会提前触发杀机。躺回去装作是床自己出的意外是唯一的选择。大意了，刚刚应该听见外面动静再动手的。接着，我感受到一双黏糊糊的手在沿着我的下巴摸上来，似乎是要看我醒没醒。我的心都快跳到嗓子眼了，一边极力维持住平静，一边祈求着不要挂在新手村啊。不知道是不是老天爷真的听到了我的呼唤，我听到隔壁病房传来一声嘈杂的响声，而我脸上的手一顿，脚步声似乎也在慢慢远去。当然，我留了个心眼，等到门完全锁上，然后脚步声往隔壁走去2、3秒后，我才慢慢睁开了眼睛。我轻轻地回到门后，然后用手摸了一把我的脸，竟然摸下来不少黏糊糊的绿色粘液，给我恶心的，我还来不及吐槽，就看到隔壁门外竟然有一个男人被打晕了，拖在地上向另一个方向行走，而拖着他的则是一个类人的怪物。说类人是因为他的身形就像是一个普通男性，但是他的眼睛奇大无比，而且占据了整个后脑勺，身上还流着绿色的粘液。看到此景，我是又惊又怕。惊的是这家医院里的人除了我居然还有别人，难道这是一个合作逃生类游戏，还有别的玩家？怕的是这怪物果然不能用常理去思考，眼睛居然在后脑勺。但凡刚刚我提早睁眼了，现在被拖着的恐怕还有我了。这个游戏处处是坑啊。等到怪物远去之后，我抓紧在房间里找开门的线索，如果没猜错，刚刚应该是医院里的查房，不知道等会儿还有什么东西要来。迟则生变，我得赶紧离开这间房间，然后找到这家医院的地图，再想办法逃出去。我仔细打量了一下房门的锁，居然还是个电子锁，上面是熟悉的9宫格数字，看来是数字锁。我按了零键4下，然后听到第一声代表重启，看来密码是4位。环顾房间四周，唯一可能和密码有关系的，可能只有散落在病床旁的病历本了。病历本上的几串数字格外醒目，我仔细端详着，这一定和开门密码密切相关。因为误点开一条诡异短信，我陷入了真实的逃生游戏中。现在我需要打开眼前的门，唯一的线索就是放在床头的病历本。我十分头疼，这4位密码究竟是什么鬼？病人对某一特定数字产生强烈反应，数列中出现最多的数字是5。我仿佛想到了什么，用铅笔把所有的数字5连了起来。看来我没有白刷这么多密室游戏。接着我小心翼翼地输入了新密码，在我的心惊胆战中，熟悉的一声咔，门开了。我谨慎地把头伸出去看了看外面的情况，外面是一条走廊，没几个灯是亮着的，还有些是一闪一闪的，整个走廊都弥漫了一种阴森的气氛。我轻手轻脚地从房里走出来，向刚刚怪物走的反方向逃去。很快我看到了护士站，我微微蹲低了身子，害怕护士站里也有什么怪物等着我。等我悄悄靠近之后，发现护士站空无一人。我再一次环顾四周，确定安全之后，轻轻地在护士站里翻找，想找些线索。我发现了病历本，只有3本明显是新的，别的病历本上都是厚厚一层灰，而3本里有我的，一个叫袁毅的，一个叫赵刚的。我怀疑他们2人应该也是玩家。还好病历本上附着照片，我暗自记下他们的长相，就把病历本摆回了原样。然后我在一堆书中间找到了一张被书夹着的红山市精神病院地形图。我找到宝了，吹开上面的薄灰，我看到了整家医院的情况介绍。医院一共4层，地上3层，地下1层，除了大门口以外，在负1层还有一个紧急逃生通道。而我现在就处于3层的精神病房区，难怪这里阴森森的。2层负责诊治和理疗，1层则是缴费区和放风区，负1层是太平间。看到这里，我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，用脚趾头想也知道负1层是绝对的危险啊！生路怎么在那里？突然有一串小跑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在向我靠近，我急忙把地图折起，然后整个人缩在了椅子和桌子之间的空隙中。接着我居然听到一个甜美的女生声音，吓死我了！这里都是什么怪物啊？这里不会也有吧？女生难道是袁毅？正当我想出去的时候，一个粗犷的声音在我上方响起：妹子，这个游戏居然有妹子，不过妹子你干啥不转头？话还没说完，我就听到一声惨叫，以及突然弥漫开来的血腥味。我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，生怕发出一点声音。尽管浑身颤抖，我也知道现在绝不是害怕的时候。等到外面一点声音都没有之后，我才敢把手放下来。我依旧保持躲藏的姿势，想来刚刚那个应该就是唯一的男性玩家赵刚了吧？这里的怪物居然还会模仿人类女性的声音，麻烦了。等了几分钟之后，我才颤抖地站起来。果然，我看到在护士站的桌子上，还有走廊的地面上的血，血腥味不断刺激着我的味蕾。这个游戏当真是杀人不眨眼，做的效果竟然还如此逼真。希望自己能幸运一点，顺利逃生吧。等我出去了，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个短信删了。想归想，现在还是要好好想办法出去。我把折好的地图拿在手上，凭着记忆朝楼梯走去。虽然电梯也是有的，但是胆小的我害怕它会直接给我降到负1层。小心推开楼梯间大门，发现里面除了黑一点，倒是没有什么大危险。我蹑手蹑脚地走进楼梯间，尽量不发出一点声音。刚走了2步，我的手就碰到了什么，眼角的余光看到了在我刚刚打探楼梯间情况时的视觉盲区，赫然躺着一个女孩。看了看她的脸，是病历本上那个玩家袁毅，她应该是晕过去了。我使劲推了推她，看着她慢慢的转醒。袁毅看到我的第一眼是惊恐的，他正要尖叫，我一把捂住他的嘴，别叫，我也是玩家。
叫了我们都得死。闻言，袁毅慢慢的冷静了下来，然后他示意我放开他，我照办之后，袁毅满脸通红的小声说道：“你这女孩子力气怎么这么大，差点被你捂死。”然后他向我快速介绍了一下他遇到的情况。他醒来时，病房就是开着门的，所以一开始他就在走廊上探索，可是运气很不好的，在楼梯口遇到了那个眼睛在后脑勺的怪物，就昏迷过去了。听完他的经历，我轻声的告诉了他我的经历，还有另一位玩家的死亡。袁毅的脸随着我的叙述越来越惨白。等我说完之后，就急匆匆拉着我要逃向2楼。虽然疑惑，但是我没有多问。很快，我们来到了2楼，在准备推门进去之前，袁毅和我彼此对视了一眼，把门打开了一条缝隙。还好，这里没什么意外。袁毅说3楼的怪物肯定在找我们俩的踪迹，要加紧逃生了。我默默的点了点头。由于负一层必须要乘坐电梯才能到达，我们此时在寻找能让电梯运作的电卡。为了提高效率，我们打算分开搜寻。半个小时之后，楼梯间的护士站汇合。2楼的走廊布置和3楼简直如出一辙，这灯的质量一模一样。我这头一眼望去，似乎只有2个诊室。出于谨慎，我在准备进第1个诊室的时候，悄悄透过玻璃看了一眼里面。这回的诊室里空无一人，诊室门口还是熟悉的9宫格。我试了一下4个0，密码到第3位是重置了，看来是3位数密码。环顾四周，只有墙上的图案可能是线索，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。擦去灰尘，就能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。墙上的图案是解开密码门的线索，但似乎被灰尘挡住了。擦去灰尘，看到墙后隐藏的暗语，这是3、6、7。紧张地输入了密码，门开了，诊室里空无一人。我一闪身进了诊室，诊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以及2把椅子，甚至还有里间给人来休息。我看到桌上有本名字被污渍盖住的册子，好奇地翻开后就看到了这样的字样：1号失败，2号失败，3号失败，1000号成功。是在研究什么吗？直觉告诉我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脑子现在一团糟。我在诊室里找了一圈也没找到有用的线索，直到去看里间的时候，发现门被锁上了，而里门有一段距离的沙发上放着一张小卡片，难道是电卡？我正在想着要怎么进去时，门外响起了一声尖叫。我看到里间有一只绿油油的手在转动门把手，我吓得赶紧躲在办公桌底下，手上紧紧握着刚刚顺手拿的拖把，准备面对未知的恐怖。我听到诊室的门被打开了，似乎走得比较匆忙。我等了几十秒，确定毫无动静之后，一个箭步冲进里间，拿走了放在沙发上的电卡。准备离开的时候，余光看到了旁边被帘子遮住一半的床上躺着一个人。惊讶的是，那人居然和袁毅长得一模一样。我把电卡放在了裤子的口袋里，握紧拖把，一步步向袁毅走去。走近了，我看到床沿上挂着一个病历，上面写着袁毅女克隆第1000号第1次观察中。这间医院里不止一个袁毅，那刚才跟我在一起的袁毅是谁？此时门外传来动静，我赶紧躲在门后。透过玻璃我看到袁毅被怪物拖了进来，我看到他们在诊室里大打出手，我还听到一个男女莫辨的声音说道：“居然把本体放出来，他们怕是活腻了。”看来我没有找错队友，否则早就暴露了。见此情况，我不再犹豫了，扭开门把手冲了出来。袁毅很是惊喜：“夏姐姐，快救我！”我用拖把挥过去，抓着袁毅撒腿就跑。啊！站住！我要把你们统统抓来做实验。听到这句话，我们跑得更快了。我们很快找到了电梯，我把电卡掏了出来，插在电梯旁的一个小口上，就看到电梯正在从负一层往上运行。有救了！还好，那怪物直到现在也没追来。等等，没追来！我突然发现我忽视了一个细节，冷汗瞬间冒了上来。我好像从来没有告诉袁毅我姓夏吧。与此同时，我身后的袁毅发出了一声鬼笑。正当我刚刚意识到这个袁毅有问题时，电梯正好缓缓打开。我趁袁毅还没反应过来，趁机将他推倒，迅速跑进电梯。此时的袁毅离电梯还有4、5米远。等他冲过来时，电梯门已经彻底关上了。我只听到外面传来了一声极其难听沙哑的尖叫。此时我靠着电梯相止不住的后怕，我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看着电梯此时已经在负1楼停好，准备开门。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。叮，门开了。映入眼帘的是开着白炽灯的走廊，因为或许很久没人来了，这白炽灯有些快支撑不住了。虽然不闪，但也就是堪堪照明。这一层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拿出地图，看到紧急逃生通道显示就在太平间旁边，似乎这逃生通道指的是这家医院用来运输尸体的通道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强压住心中的害怕，收起地图，轻手轻脚地朝太平间摸去。太平间门是开着的，不会是有什么跑出来了吧？等我悄悄靠近太平间后，愕然发现太平间旁边5、6米远的地方有一个门把手，看着像是将门融入到和墙壁一个颜色，借此来伪装。那又何必多此一举安个门把手？我心里又是吐槽了一句。我快速掠过太平间的门口，我可不希望里面有什么东西注意到我的出现。正当我准备扭开门把手时，一股奇怪的感觉油然而生。这一路走来也太轻松了吧！我又犹豫了，我双手并用，在这面墙上再摸了一遍。奇怪的是，真的没有什么异常。我认真的想了想，我是漏了一层的线索没有去寻找，可能负一层的故事会在1楼有介绍吧。逃命要紧！我咬牙一把扭开了墙上的门把手，接着熟悉的意识被吞噬的感觉又来了。我知道，我真的完成逃生了啊！头好疼。等我醒来时，发现已经是早上9点了。我居然完了个通宵。丁银行卡入账10万。正当我疑惑时，又一条熟悉的短信声传来。点开短信链接，发现第1页上写着恐怖医院内测玩家第106号。接着下面用图画叙述了一遍我的表现和经历。游戏奖励10万，下面似乎是用鲜血写的字：恭喜过关，距离下一场游戏开始还有3天。